阿爾特彌斯2號明天將返回地球，但飛船的隔熱罩有問題。要知道，從月球返回地球，并不是慢慢掉下来，而是讓一艘飛船帶着接近4萬公里每小時的速度撞進大氣層，在高熱流和劇烈減速中活着穿過去。但問題是，飛船的前身阿爾特彌斯1號在穿過這層火的時候，外層的隔熱罩發生了超出預期的燒灼現象，隔熱材料出現了異常的碳化層脫落。更恐怖的是，這層隔熱罩並沒有被換掉，而是繼續沿用在了這次的獵戶座飛船上，成為了本次任務風險最大的一層挑戰。一場深空任務最危險的時候，往往不是飛得最遠，而是返回地球。獵戶座飛船在返回時，會以接近4萬公里每小時的速度進入大氣層，然後在極短時間內通過大氣減速，把速度一路壓低到開散階段。隨後，在入階段要把飛船的速度從接近4萬公里每小時減到大約523公里每小時，再由降落傘進一步減速，最終安全降落在太平洋。這意味着返回不是掉下來，而是讓一艘高速飛行的載人飛船，在劇烈摩擦、極端加熱和強減速中，硬生生穿過大氣層。這一段時間裡，熱流會在飛船表面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火焰外殼。而唯一擋在宇航員和這層高溫之間的，就是隔熱罩。但這層隔熱罩在上一次任務的時候出現過問題，這個問題就來自它的任務前身阿爾特彌斯1號。阿爾特彌斯1號在2022年11月16日成功發射，帶着如今的獵戶座飛船，完美地完成了無人繞月飛行測試。但在返回地球時，隔熱罩表面出現了100多處意料之外的碎片剝落，部分區域甚至露出了底層結構。這裡我直接放原視頻給大家聽一下。當時獵戶座飛船並不是簡單的一頭扎進大氣層，它採用了一種跳躍式載入的返回方式。這樣做的好處是能更精準地控制落點，但代價是隔熱罩要經歷一種比傳統單次載入更複雜的加熱節奏。問題就出在這裡，阿爾特彌斯1號使用的隔熱材料在真實飛行中被高溫燒蝕時，內部氣體沒有按照預期足夠順利地排出去，結果就是隔熱層內部壓力開始積累，材料先在裡面被頂脹，隨後開裂，最後把外層已經碳化的部分直接頂掉，剝落了。換句話說，那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燒黑了一點，而是隔熱罩表層在高熱和內部壓力共同作用下，真的發生了意料之外的裂解和脫落。不過 NASA 在事後強調，阿爾特彌斯1號如果當時載人，艙內溫度和總體熱防護裕度仍然在安全範圍內，宇航員不會因此喪命。但它暴露出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，獵戶座飛船的隔熱罩在這種載入軌跡下，材料行為並沒有完全按原先預測來工作。對於載人深空飛行來說，這種和預期不一致本身就是必須在下一次飛行前查到底的大問題。但阿爾特彌斯2號並沒有更換掉這層隔熱罩，因為更換會導致任務再次大幅度推遲。NASA 認為，在理解了阿爾特彌斯1號的問題根因之後，可以通過降落時操作上的載入調整，以及改進隔熱層材料的區塊一致性和滲透性，通過這2項措施來彌補這個問題。但深空任務本身就帶着極高的不確定性，隔熱罩一旦在載入階段出現真正不可控的問題，後果將不堪設想。所以，最後真正決定這一切是否圓滿的，不是記錄，不是照片，而是那塊曾在阿爾特彌斯1號上暴露過問題的隔熱罩，在這一次能不能真正帶着4個人穿過大氣層，平安落進太平洋？因為對一艘從月球回來的飛船來說，月背不是最後一關，回家才是。